大家好，我是哲嘉，今天来介绍一个 SDD 的实作工具，叫做 OpenSpec。那之前介绍过 GitHub Spaky，那就是实作成本非常大，然后步骤很多。那 GitHub Spaky 的使用情境就是一次开发比较多的功能，或者一次开发一个比较复杂的功能。那做比较简单的事情，通常都是会去用 Plan Mode，让他先生出一个他打算怎么做，然后再让他实际去做。但有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复杂程度介于之间，用 GitHub Spaky 的话显得成本太大不划算，但是用 Plan Mode 如果让他做太复杂的事情，就是其实 Plan Mode 是比较没有效率的，因为它中间不太会去跟你沟通，所以他会就是一路想到底。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危险，就是他会想很长的时间，然后才会有结果。那你中间可能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那再来就是太复杂，它就是很容易歪掉。所以我们使用规格驱动开发的话，其实真的很需要一个就是介于之间的工具，就是复杂程度如果没有 GitHub Spaky 那么高，但是又没有那么简单，简单用 Plan Mode 就能做出来。那复杂程度介于中间的一个工具，就是非常必要的。但 OpenSpec 它不只是做到就是介于中间啦，它就是可以处理复杂程度跟 GitHub Spaky 一样高的事情，就是它比较弹性，可大可小。那它是不是就可以取代 GitHub Spaky 呢？那其实也没有，我之后会再慢慢讲到。那我们先来看它的 GitHub 页面，就是很有趣，它有提到一个它的哲学，我先帮大家翻译一下。它就是说，流动而非刚毅，然后迭代而非瀑布，简单而非复杂，为中地而建而非仅为绿地，从个人专案到企业都可以扩展。那总之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弹性。那什么叫为中地而建而非仅为绿地呢？那我刚开始看也是不懂啊，所以就看 ChatGPT。那东地大概就是说已经被使用过的土地了，那绿地就是还未开发。那它的意思应该就是它比较适合在就是已开发过的专案，而不是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这样。那我们来安装 OpenSpec，那它是用 npm 然后全域来装。再来我们会需要 OpenSpec 的初始化，那它指令是 OpenSpec init，然后就按 Enter，然后这边就选你要使用的 agent，那我就选 Cloud Code 和 Cursor。那我们来看 code 的部分，它就是在这个 repo 里面新增的这个 OpenSpec 资料夹，然后点 Cloud 跟点 Cursor 它有改，它就是 command 里面有去新增这个 OpenSpec 的 command，然后 scale 也是。那我们来讲 OpenSpec 的流程，它有分成两种。那预设的话就是上面这种，它叫做 Core Profile。那它第一步叫做 Propose，就是你讲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开规格。那 AI 就会帮你生出一个规格。那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就是做下一步叫 Apply。那它就是会一直做。那中间也不会像 Spaky 会有 Clarify 或者 Plan 这样一步一步问你，它就是一路往下做下去。那最后做完就是进到 Archive 的动作。那什么意思呢？这边大家有点听不懂。我们回到资料夹，OpenSpec 这边下面有两个资料夹，一个叫 Change，一个叫 Spec。
那change就是正在进行中的 feature， 你就正在改嘛。那你都做完了，你就是做一个叫做 archive 的动作，把你这次改动的东西都丢到这个 spec 里面。那这个 spec 资料夹就是记录你这个专案曾经有做过的所有改动，所以 spec 这边都是已经做完的事情。那 change 这边就是你正在进行中，还没有归档，还没 archive 这样。那接下来讲另一个流程叫 extend profile。那要用这个流程的话，就是会需要做扩充。那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解怎么扩充。那它第一步就是做 new， 其实就跟 propose 一样了。那第二步你可以选择 fast forward 或者 continue， 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它 propose 完是接下来你要做的动作是让它生成 design ND， 然后 spec ND， 还有 task ND 这3个档案。那它new 或者 propose 的时候，就是会生成这个 propose ND 了。总共会有4个档案这样。那 continue 就是让它一步一步做下来，你 propose 完，然后 continue， 好，下一步 design。那为什么要有这些断点呢？就是你可以检视，就是比方说这一步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就你可以用自然语言叫它改，那改到你觉得没问题了，再 continue 下一步到 design， 然后你觉得这个文档没问题，再下一步到 spec， 下一步到 task 这样。那 fast forward 就是我不看了，就是你就一路做下来吧。所以其实我可以比方说propose 检查没问题 continue， 然后到 design，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都没问题了，那就不用一步一步 continue， 直接 fast forward 做到底到 task。那这些文档都生成完之后，你就可以执行这个 apply， 让它真的去撰写程式码。那最后就跟上面一样，就是 archive。那来讲这4个档案有什么不同？那 proposal 就是提案，然后说明这次这个 feature 它要变更的原因，还有一些影响的范围。那接下来就是 design ND， 就很像那个 spec 的 plan ND 啦，用来记录相关的技术决策这样。那再来就 spec ND， 就讲这次变更会影响到的规格差异。那再来是这个 task ND， 就拆任务。那刚刚讲的这4个档案呢，它们都是在这个change里面。那这个 spec ND 会出现在2个地方，一个是在 change 里面，一个是在这个 specs 里面。那在 changes 里面的 spec ND 我们叫做 delta spec， 然后在这个 specs 的资料夹里面的 spec ND 我们叫 main spec。那这个 delta spec 它是只描述说这次变更要做什么改动，但它是指记录差异，那并不是完整的规格文件。然后当这个change被 archive 的时候，它会被移到这个 archive 的目录底下。那这边这个 space 资料夹底下的 main spec， 它就是长期维护的规格文件，它会是完整的规格，反映目前的系统状态这样。那所有change里面的 delta spec， 它都是会被整并到这边的main spec 里面。那这个就是之后开发人员日常参考的规格文件。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下一集会先来扩充 OpenSpec 的功能，然后来讲解就是主要开发流程外的功能还有哪些可以操作。再来就是带大家完整走一遍，用 OpenSpec 开发一个 feature。那我是哲嘉，我们下次见。